也许我可以先用一种比喻来讲什么是城市，然后这跟我们在做设计有关系。就是说，有一个字叫做 palimpsest， 就在古代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纸，然后把这个文献啊东西写在羊皮上。可羊皮因为很贵，所以擦一擦就继续把新的东西写上去。因为有时候旧的字擦不掉，或者还在，或者还看得到，所以新写上去的东西下面会有旧的东西跑出来。城市是一个不断的在擦掉过去的，可是擦不完全干净，然后新的东西又要进去，然后新的东西又变成跟可能邻近的旧的东西产生一些关系互动，甚至冲突。我是在台北出生的，所以小时候的一个环境到慢慢长大到现在，台北是一个变化很多的一个城市。比较小的时候，我住过第一个房子是一个日本人留下来的那种日本式的房子，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在那时候台湾银行做事，算公务员了，是配了一个那个房子。我们小时候就在那个日本房子生活，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包括我们跟隔壁一个叫阿毛的一个大概年纪差不多的人在丢球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过对方是长什么样子，到现在还不知道。我是现在很想知道那个阿毛在哪里。日据时代的那个巷子里面的所有房子，那个围墙都差不多1.5米、1.6米高了。那个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种高度，就是你走在街上，里面的 privacy 不会被影响，这里面的人也不会看到马路上的东西。可是当你稍微踮脚一下或者高一点，你可以看到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需要人家帮忙，或者你需要帮忙人家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，是吧？可是当你没事的时候，你的 courtesy 就是不要再看来看去， right？ 就那个 scale 到现在几乎剩下一点点了，像青田街啊什么师大那边还有一点，可是现在那些可爱的小街小巷就盖了很多大楼，把这整个地都围起来，可那围起来就围很高，然后你也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事，看不见。所以那种人跟人的关系就可以从2个 building type 看得出来已经改变了。这个城市跟建筑师的关系，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重写本，把城市看成一个 palimpsest， 而不是看成一张全新的白纸，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。一个建筑师在一个城市里面做设计，尤其是自己生长的城市，以前写过的字，即使你擦的几乎90%干净了，还是知道，或者还是听说过。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，就可以变成一种设计的滋养，一个 resource， 一个 inspiration。新北市美术馆，我们刚刚才完成。那它旁边有2个老镇，一个是三峡，一个是莺歌。这2个小镇有很多历史。莺歌以前是，even现在还是，不过以前是很有名的做陶瓷的地方。最兴盛的时候，莺歌镇就有300多支烟囱，因为他们烧那个陶瓷。但现在不用烟囱再烧了，所以现在几乎没有了。现代美术馆基本上是在看未来，现在跟未来。
可是那个地点又有很多过去的，所以这个时间的这个轴线呢，就在新北美。我们的方法是把贴近大地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小山坡，那个所谓的艺术街坊，是用很多当地的材料跟情感去做的，小街小巷啊，砖啊，到现在还有那些老街砖的老街 arch 那种。很粗犷的这种混凝土，可从这里面长出来的呢，上面这个美术馆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，它是用很现代的材料，用铝的管子、钢的结构什么这样做起来。然后，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juxtaposition， 就是冲撞嘛。信义区虽然是一张羊皮纸，可是上面的东西被洗得很干净，因为全部都是新的房子，没什么留下来的东西。在都市里面做建筑，有一点我可以说是我比较重视，就是要让人可以很容易接近，甚至穿越这个建筑。就是不要盖一个房子，嘣一下放上去以后，大家都要绕着它走。是这个都市的肌理跟这个 fabric 要因为这个建筑而强化。可是我也希望它是视觉上是 accessible 的，而不要说完全把人家挡住，就变成一个 block。因为城市基本上就是流通的一个东西，走在街上对建筑有一些想象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未来的记忆。因为像小时候我们在马路上走来走去，也有很多房子没有进去过，可是我们会猜想它到底是什么。我觉得所有的城市都是有几个元素很重要，第一个就是人嘛，是吧？那台湾人有一些特别的 character， 是吧？第一个很 resilient， 台湾话叫耐操了，什么困难的状况都还活了下来，是吧？第二个是说很 practical， 是吧？我常常说台湾人就是不够浪漫，就是太 practical。第三个呢是台湾人很勤勉，对吧？就是很努力工作这样，然后加上我们儒家的这种背景呢，大家对于重复做一件对的事情很有兴趣，可是对于突破因为好奇心去冒险比较没有兴趣，加起来呢就会产生一种 eclectic 的环境，就是拼拼凑凑什么都可以。我们台北就是这样。就所有房子上面都盖一个棚子啊，什么加一个阳台啊，什么这个，就对于那个整体的美感并没有兴趣了。那很多人说台北很丑，我想事实上是因为这个人的 character 是这样，那也因为很 practical 又很有弹性。我觉得建筑要让在里面生活的人、工作的人感受到一种，也许是精神上的一种提升吧。要让那个空间支持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的戏剧性。其实人的很多活动，跟人心里面想的都跟戏剧性有关系。一个好的空间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演员，而且他也是观众。观众就要有很好的视野，要看得见。可是演员要有一个 catwalk， 要有一个舞台。像我做那个苏州的那个诚品书店，
可是那个入口一进去是一个很大的楼梯，一直走到3楼才是书店。他那时候就跟我说，我们要因为很高，所以我们要加个电扶梯。那他就问我说：“杨仁喜，那这样会不会人家就不走？就是不走这个楼梯？你做那么大，大家都走电扶梯。”我跟他说不会，我们做完就知道了。就他也都听我的。就做完以后呢，很少人去坐电扶梯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大楼梯是一个舞台，是一个 catwalk， 所以很多人在上面 pose 啊、照相啊、selfie 啊，或者是看人啊，就变成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舞台的空间。那上面也有 skylight 下来，所以就是平凡的一个上楼这件事情，就变成一个戏剧。我自己体会到，越来越在建筑里面呈现的是同理心 （empathy）。毕竟建筑是人的一个使用的东西。我常说，建筑是人类情感的一个容器嘛。所以要真正去理解那个人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的一种，不只是功能，而是他的一种情感，或者是一种 sensory 的 experience 很重要。比如说最近我在做一个医院，我觉得我们做出一些现在也许台湾的医院还没有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像手术等待室，可是那个场所是不管你是家人还是朋友，是最焦虑跟不安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在 take care 这个心情，所以我们做的就是一个 almost 有一点像宗教性的空间，像教堂还是什么，很高的 ceiling， 然后有 skylight 进来，然后深蓝色的天花板，让大家比较安定一点，然后座位也不是大家坐成这样看一个 screen， 而是一些比较小的 group。我觉得是同理心这件事情，比什么建筑师个人的风格啦、什么 style 啊、什么 ism 啊，都比较真实了。